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木君，今天开始更新空岛篇章。草莓一伙离开阿拉巴斯坦，继续伟大航路的冒险。船行半路，天空突然降下一艘破烂的海贼船，大家都吓呆了。紧急避险之后，依然惊魂未定。伟大航路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？居然还有船从天上掉下来。此时，娜美突然发现记录指针好像坏了，一直指着上空不动。沉默的罗宾突然开口：“我想应该是被磁力更强的岛吸引住了，所以更换了新的记录。既然指着上面不动，可见这个指针是被空岛夺走了记录。”听说天空上面还有岛，路飞几人都惊呆了。看来刚刚那艘船和骷髅头都是从上面的空岛掉下来的。可是天空上并没有像岛一样的东西吧？罗宾说，准确来说，浮起来的应该是海。不过空岛我也没去过，对它不是很了解。娜美点点头，岛跟海怎么可能浮在天上呢？这说不通啊！一定是记录指针坏掉了。但罗宾否认了娜美的说法。航海士小姐，你现在该考虑的不是记录指针哪里坏掉了，而是如何前往天空。不管这艘船被卷入了多么光怪陆离的状况，或者陷入了多大的危机，绝对不可以怀疑手上的记录指针，这是航海的铁则。在这片大海里，应该要怀疑的，首先是自己脑袋里的常识。记录指针所指的方向，一定会有座岛。娜美看着手腕抖动的指针，陷入沉思。为了得到更多情报，罗宾从坠落的烂船中找到一个腐烂的棺材，把里面的一块人类头骨拼凑还原。尸体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他身上的情报是跑不了的。这块人类头骨上有2个洞，确定是人为造成的，但不是这个人的死因，而是治疗的刀痕，叫做穿头术。很久以前，人们在治疗脑瘤的时候，都会在头盖骨上开一个洞。从这艘烂船和人骨上判断，这个人应该死了200年了，死者年龄大约是30岁左右，应该是在航海中因病死亡。与其他骨骼比较，此人的牙齿保留完整，因为上面涂了焦油。这种葬礼习俗是南海部分地域特有的传统。这艘船应该是以前探险队的船。经过史料对比，位于南海的王国布利斯王国的探险船圣布利斯号在208年之前出航，史书上的照片和这艘烂船几乎一模一样。由此可以推测，这艘船在空中漂流了足足200年，一定就在空岛。这时去烂船上探险的路飞带回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情报，一张空岛的地图。路飞、乌索普瞧完了3杀组合，欢快地跳起舞来。娜美则出奇的冷静，有地图只能说空岛有可能存在。世界上的假地图太多了，现在验证这些的办法就是把那艘烂船上的所有记录、情报都找出来，一定能发现更多的线索。可是烂船已经沉到海底了，为了找到烂船上的记录情报，草帽团临时组建了打捞小队，由路飞、索隆、山治分别担任队长、副队长和总队长。穿上水桶做的潜水服，插上换气管，潜入水下去探险。3人刚潜入海中，就来了一个巨型打捞船，由新型人小黄担任队长的人猿海贼团。新型人小黄自称是打捞王，这片海域是他的地盘，所有的沉船都属于人猿海贼团。为了防止新型人小黄发现草帽团正在打捞，发生不必要的冲突，娜美和乌索普竭尽所能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小黄确实很憨，想要在这些陌生人面前秀一把技术，卖力指挥船员潜水。不一会儿，第一批下海的船员浮了上来，被打得口吐鲜血，深水底下还有其他人。娜美和乌索普吓了一跳，不用想了，能出手打人的只有路飞那3个家伙。新型人小黄暴怒，瞪着娜美等人喊道：“你们几个！”娜美和乌索普一哆嗦，连连摆手：“不是我们呀！”小黄说：“海底好像有人，小心一点。”小黄熟练地指挥船员安着打捞篮。水下，路飞3人来到了沉船里进行海底捞工作，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宝箱，里面居然是空的。这时，人猿海贼团的打捞篮沉下来了，活像一个水下耕地机，巨大的爪子抓住沉船。小黄一口气吹下去，巨大的沉船缓缓浮了上来，肺活量惊人。突然，水下传来一阵惨叫声，人猿海贼团的船员在水下惨遭路飞3人胖揍。新型人小黄坐不住了，居然敢对我的小弟出手，别怪兄弟我不客气了。小黄纵身跃入水中，一拳 KO 了一条巨型水蛇，看来还是有些身手的。因为沉船中被灌入大量的空气，路飞3人可以脱下水桶潜水服自由活动了。小黄一脚踢碎了船板跳进来，什么人敢动我兄弟？路飞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长得跟猿猴一样？”而这句话被小黄理解成了赞美之词，心情突然大好，与路飞成为相谈甚欢的朋友。这时，一个巨大的黑影靠近沉船，一口将沉船连同路飞几个人吃掉。巨大身影缓缓浮出海面，娜美等人惊呆了，这是一个如同小岛一样的巨型海龟。娜美惊呼：“这他妈是个啥？板块漂移把陆地给移出来了吗？”乌索普自我催眠：“是梦，一定是梦。”罗宾默默地说：“你们看看，他们被乌龟吃了，输气管都要被嚼烂了。”巨型乌龟开始移动，输气管被扯了起来。罗宾说：“如果不切断输气管，我们连同海贼船一起都要被拉进海底了。”
娜美当机立断切断输气管，保证我们的安全。就在此时，天空突然黑了下来，一下子到了晚上。接着水面上砰的一声，路飞和一个大包裹被整个丢了上来。山治和索隆每人扛了一个大包，从水里爬上船。索隆催促大家赶快开船，那个家伙很麻烦。乌索普举双手赞同，赶快远离这个海龟。索隆和山治一脸懵逼，海龟？什么海龟？从始至终，路飞三人都没发现巨型海龟的存在。他们在水下的烂船里时，本来路飞与那个新型的小黄促膝长谈，非常投机。可是小黄发现他们偷拿了船里的东西，突然发怒，比发狂的大猩猩还猛。索隆和山治只好带着路飞逃了。经过乌索普的提醒，索隆和山治才发现海龟的存在。不过这个海龟有点怪，张着嘴，好像很惊讶的样子。猩猩的小黄跃出水面，还想和路飞三人撕吧。打了队的所有人都盯着海上某个方向，磕磕巴巴说不出话来。大家好奇地看过去，看到梅林号的正前方有5个巨大无比的影子，即使是巨人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玩具。这场面又震撼又惊悚。草帽团毫不犹豫拔出船桨，用光速摇了起来，很快逃出这片被黑暗笼罩的海域，重新回到蓝天白云之下。众人惊魂未定，甚至点燃一支烟，抚平了跳跃不止的心，感叹伟大航路凶险又可怕，每天都怪事重重。草帽团赶走了普图这和小黄之后，继续前行。娜美本来抱着很大的希望路飞三人能拿出来一些金银珠宝。打开3个包裹后，娜美差点气得晕过去。生锈的剑、破烂的餐具，还有一条活章鱼，一堆废铜烂铁，毫无价值。路飞穿着一身破烂铠甲从娜美面前经过，正在气头上的娜美一拳头将铠甲吹成渣渣。我要的是航海日志、海航图之类的东西。如果盲目的前往空岛，他们的下场就和沉船一样。所以收集有用的情报是当务之急，情报关乎生死。罗宾看着暴怒的娜美，感叹道：“真是辛苦啊！”娜美早已习惯，辛苦的还在后面呢。罗宾拿出一个永久指针递给娜美，这是从刚刚那个人猿的船上顺手牵来的。娜美感动的流泪。果然，只有女人最懂女人。永久指针的地点是加亚，盲猜应该是刚刚那个西西打捞队的基地。反正现在也无处可去。路飞来了兴致，全员加速，目标加亚岛。乌索普突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如果我们去加亚岛的话，指针会不会因此改变记录？这样就不能去空岛了呀！路飞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全员停止向加亚前进。路飞抱怨娜美太不专心，娜美毫不留情的骂路飞是笨蛋。路飞不管了，我是船长，只有我能决定去哪里。全员加速，目标空岛。娜美问怎么去空岛，路飞一边吃章鱼烧一边说去加亚找个人问一下吧。全员加速，目标加亚。就这样，草帽团的目的地由空岛暂时改变成加亚岛。而另一边，巴基一伙出动，寻找传说中的海贼约翰船长遗留的财宝。这是一条黝黑的洞穴，巴基肯定能告诉大家，就在这个洞穴里，埋藏财宝的地方大多是布满陷阱和机关。兄弟们，小心行动！三人摸摸索索，战战兢兢地向洞穴深处慢慢地走。突然，四周亮了起来，巴基三人回头一看，一群矿工上班了。包工头元气满满，兄弟们，加油干吧！不用说了，不知道巴基在哪个街头小骗子手里买的假情报，把大家耍了一通。船员一片嘘声。白毛提醒巴基，现在可不是寻宝的时候，宿敌草帽一伙赢在伟大航路上名声大噪了，我们再不搞点业绩出来，不是要被他压过去了？巴基摇摇头，小兄弟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我们要把他们养得胖胖的，到时候干掉他们，我们必然身价翻倍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他们连草帽一伙所在地都不知道，怎么干掉人家？这时，从旁边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如果你们要找路飞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在哪儿。”巴基一见有个陌生的帅哥，惊呼：“你小子谁呀？”艾斯十分有礼貌：“听说你们要开宴会，我闻着食物的香味就过来了，对我打扰，请勿见怪。”巴基对艾斯彬彬有礼的样子大有好感，可是，一见他背后的纹身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这可是火拳艾斯啊，白胡子海盗团二番队队长。艾斯一如既往的坐下来就吃，吃饱了就睡。船员们都劝巴基，这是一个扬名立万、不可多得的机会。干掉了白胡子二分队队长，大家还愁不出名？巴基表情严肃，给我听好了，无论任何情况下，绝对不能招惹他们。白胡子在过去是唯一能和海贼王罗杰一决高下的传说级怪物，现在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强的海贼。而且白胡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动他的伙伴。猩猩人小黄被路飞三人踢下了船，掉进海里。憨皮同伴们在海上找了很久，也没有找到，无奈只好驾船驶离。小黄在后面一边惨叫，一边拼命地向打捞船游过去。草帽团有了目的地，开始对下个阶段的冒险期待起来。索隆看着蔚蓝的天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真的有什么空岛吗？”罗宾说：“这段时间你们应该有很多体会了吧？在伟大航路上，无论发生多么不合理的事情，都不足为奇，这就是这片海域的常态。”毫无疑问，现在关于空岛的情报就在这个叫加亚的岛上。